不痛快，你冲我来啊！在这房里上吊，这是几个意思啊？你若是想让我痛苦一辈子，内疚一辈子，想你一辈子，好啊！来，拿着它，往这扎！来啊！公主，你要不要和将军解释一下？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我是利用了你，就算再有一次机会，我也会这样做。这就是我。你可以离开，但我希望你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好不好？你冷静一点，我就是怕我自己睡着了做噩梦，才出此下策。头悬梁，锥刺股。许初月。被子还要不要了？放我下来！不要了。睡个好觉。你放我下来！你这个混蛋！许初月，你明知道我是个混蛋，我还利用了你，你为什么还回来？利用就利用了，我又不是那么脆弱的人。你就不介意吗？我当然介意了。我介意的是，你一开始为什么不跟我解释清楚，事后也不来找我道歉。如果不是因为楠楠告诉我的话，我会一直被蒙在鼓里。楠楠说你是因为调查米贵的死因才出此下策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哦。这件事跟你没关，我不希望你被牵扯进来。还有，如果你相信我，以后都不要再问了。那我最后再相信你一次。今晚你睡床，我睡地上。将军，将军，老夫人有请。姑母，说说吧。墨儿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姑母，待孩儿查明此事，定会给您一个交代。什么时候？我们薛家靠欺瞒长辈在苟活了。薛家世世代代的荣耀，就是上下齐心。薛家老幼妇孺，都要面对血淋淋的现实，才能安身立命于朝中。你不愿意说，我知道是你的孝顺，可事已至此，应该关乎到薛家上上下下的性命了吧？啊，你此时不识更待何时？白丽琴，你来说，
老夫人，明鉴，我们查到薛大将军之死跟皇室有所关联。我们在宫里查出了兄长和云妃之间的密室。难道追杀初月的刺客和兄长的死有关？早些年我就听说，云妃死得不寻常，没想到会是这样。云妃进宫的时间、活动的范围，都和兄长的时间，还有他的巡逻路径相对应。如果我们能抓到刺客，就能解释这一切到底是不是和皇上有关。若此事真的和圣上有关，若真的是你的兄长犯下的糊涂事，你想怎么办？唉，傻孩子，这件事，你我都要把它烂在肚子里。如果再生出事端，我们薛家上下必遭大难。孩儿心想，也许还有其他情况。你可曾想过初月公主的处境？经此一劫，我不会让初月再受此事牵连。也请姑母放心，我一定会处理好此事。若木儿的死真的和圣上有关，你将如何面对初月？唉，孩子，看来这事难为你了。初月是个好孩子，我也很喜欢她呀。可她毕竟是公主，无论如何，我得保薛家周全。你若无万全之策，你们只能和离了。姑母，初月如我，惺惺相惜，她是我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，在我心目中，她与兄长的位置同样重要。薛家祖祖辈辈都是正义之士，我不能让兄长遭受不公待遇，也不会让薛家陷入危险境地。烦请姑母合理一事，莫要再提。你以为我想这样吗？啊！如果你们彼此见面都到了为难的地步，你还如何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？公主，公主，你怎么回来了呀？桃瑶，你记不记得有个话本，里面说一位公子爱上一位小姐，之后发现是世仇，最后结果怎么样？他们好像双双殉情了。公主，我们不是为此还哭了一整天吗？不是这本，我记得还有一个结局，你快帮我想想。他们好像抛家弃业，私奔去了。我和薛耀也会走到这一步吗？难道这世上真的没有两全的法子？公主，你怎么了呀？你怎么哭了呀？
主子，救救我！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，他们现在已经侦查到我们的踪迹了。你说你该不该死？我对你有用啊！许初阳还能不能抓我呢？薛府守卫森严，薛府的家将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，许初月的卧房都是铜墙铁壁，我实在无从下手啊！把这个拿给皇上看，我暂且饶你一条狗命。国师，这生辰石突生一丝裂缝，可是国师所为。皇上，臣为您预言，改变了11次的困境，这如今天下已定。我祈求皇上放老臣一命，回家陪女儿成长，可好？原来国师最在乎的不是朕的江山社稷，而是这襁褓中的小娃娃。如果当年老臣能陪着女儿长大，她的娘亲也不会因为难产而死。是老臣对不起我的女儿。这是你作为国师的使命。你将生辰石修复好了，朕就当这事没发生过。皇上，天子南桑生辰石已经11次化险为安，只要您当个明君，天下齐心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。放肆！朕需要你来教朕怎么做这个皇帝吗？皇上，朕再最后问你一遍，继续借用生辰石之力，为朕排忧解难。与其变成一个活死人，倒不如……你情愿自杀，也不愿意为朕效忠。皇上，从今以后，你再也逼不了我。你以为朕会这么算了？女儿，皇上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女儿！皇上，天下都是朕的，还能逃到哪儿去？放心，朕会将她视为己出，好生照顾她长大。你不愿意为朕效忠，朕就让你的女儿来继承你的遗志，替朕消除灾祸，直到她献出生命。你这个暴君，多情寡义！我诅咒你永世不得超生！放开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您又做噩梦了。哀家占星阁是。国师已经故去这么些年，皇上还不时来上香，真可谓是有情有义。不过，奴才劝皇上不要太过伤感。这死去的人已经死去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。况且，皇上抚养初月公主这么些年，也算对得起大国师了。国师为朕立下过汗马功劳，朕怎能轻易将他忘怀？哎，这是什么？皇上莫动，让奴才来。生辰石在初月体内。
50年前，这生辰石不是已经失窃了吗？难道公主能感应石头的存在，瞒了我们这么多年？公主，公主，将军叫你去用膳呢。你帮我跟他说一声，不去了。公主，怎么了？他呀，你去帮我跟星辰说，我想去望叶阁住几天。公主，你是不是和将军吵架了？我只是想去想清楚一些事情。公主，老夫人想见你。师兄这么对楚雨，我一定要帮他早日脱离苦海。可是这个东西该怎么给皇上呢？嘿，有了！哎呦，谁呀？谁这么不长眼呢？谁呀？公公，是你呀，苏小姐。哎呦！高公公，您没撞坏吧？撞坏了！你说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，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？改，我现在就改。哎呦！来，快去找贵妃吧。公公慢走。皇上，您为何事烦忧啊？难道边关又出了什么事？朕在想那密信之事，你说，那到底是真还是假？这个，奴才就说不准了。要不要将公主召回宫里，问一问呢？如果她已经隐瞒了这么多年，恐怕很难问出来。而且，她现在是薛耀的妻子，不能妄动。唉，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草率地把她嫁出去。不愧是朕的好女儿，朕同意他们和离了。包公公，事不宜迟，你去一趟薛府，速速把楚月带回来。奴才遵旨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姑母，姑母，哎呀，你终于醒了。让我看看，瞧这模样，还是那么俊呐。月儿啊，以前呐，公母误会你了，理应啊，跟你赔不是的。姑母，您别这样说。您要是再不醒过来的话，楚月会自责一辈子的。傻孩子，你看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哟，耀儿来了。姑母，您叫楚月何事？哟，看把你吓的！我们就是拉拉家常，难道
我还吃了你媳妇不成啊？没事儿。姑母说笑了，看到你们相处那么融洽，孩儿自然开心。姑母，您放心，我之后定会好好照顾初月，也会好好守护我们薛家。他立下如此保证，是怕姑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吗？圣旨到，薛家众人接旨。敕曰：朕因昊天之春命，今闻初月公主与驸马薛曜结亲半载，反目生怨，想是前世冤家，今生无缘。见此分离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宣初月公主即刻进宫，不得有误。怎么不接旨啊？这可是你们白纸黑字自己写的。我没有啊，我来是因为这个。接旨吧，初月公主。高公公，您先等等。有劳高公公了，来给高公公沏茶。薛老夫人，您客气了。和离书是你给的吗？不是，那是谁？楠楠，是楠楠给的。好，我去和高公公解释。等一下，在你去之前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你快说。如果你兄长的死真的跟我父皇有关系的话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没想好，不过我请你答应我，无论最后我和你父皇谁对谁错，你都不要掺和进来。一个是你敬佩的亲哥哥，一个是抚养我长大的父皇，你觉得我们俩谁能置身事外？初月，你昨晚是不是偷听到我和姑母的谈话了？是，我是听到了，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不可能重新活一遍。父皇纵然辜负了全世界，但他至少抚养我长大，没有让我流落街头。在我很小不会走路的时候，他拉过我的手。正是因为我在意这样一段感情，所以我才会理解你的痛苦。我也念你的好。以后我们够了。如果你兄长的死真的跟我父皇有关系的话，你仔细想一想，我父皇不会怕你们知道真相吗？你们薛家的人难道不会怕父皇利用我钳制住你们薛家吗？我们还能成为一家人吗？也许姑母说的对，和离是解决我们问题最好的办法。初月，你还记得1月之期吗？我听你话这么长时间了，
这次听我的吧。你告诉我，我好看还是花好看？自然是你好看。我都这么没脸没皮了，你好歹回应我一下呀！你对我有没有一点点同样的感觉啊？世事难两全，你选择了一方，就会亏欠另一方。我有我的坚持，你再怎么说，我也不会松口的。雪阳，你有没有特别想守护的人？见过双王爷。公主，请吧。公公，请稍等。将军呢？将军此刻还有重要的公事在办。都这个时候了，竟然还在忙公事。没关系，麻烦你帮我告诉一下将军，谢谢他做过我的丈夫。这些日子打扰了。几月年华的浮生，像月儿的古筝，听我们之间那份爱恋。想你的时候，结冰还需细凝人，于是现在呼呼风尘，难舍难分。终于我懂你的灵魂，勇敢与结界共生，照亮我像星辰。我们解开了记忆的不对称，也任彼此的眼神。这花也太奇怪了吧？那我今年可以陪你一起看花吗？将军，你这是？将军，你这……正。公公，如今皇姐已经和离，我可否向父皇提议，让他去我的府上？这个恐怕不行吧？皇上思念初月公主，金阙宫都打扫好了。父皇怎么突然？王爷，皇上对公主不好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今时不同往日了，公主是去享福的。叫。公主，你想哭就哭吧，没事啊，桃夭陪着你呢。我才不会哭呢。是我决定离开他的，是我决定要成全他的。这一切不过就是一场黄粱美梦，只是回到了原点而已。
将军，你真的不去追了？我就是送送他，刺客还没查清楚，我不放心。好吧。公主在离开的时候让我转告将军，她说谢谢你，作为她的夫君，这段日子在府上叨扰。将军，公主她会不会是不希望因为她的身份让你为难啊？我们两个之间最开始就不该动心，一旦动了心，就被人捉住了软肋。他知道自己只是个棋子，不过不想让我为难罢了。又是血药，没想到这公主和薛药已经合离，这薛药还阴魂不散。看来薛药对她余情未了。不过，只要她离开薛府，我们总能找到机会。皇上，臣已经想了各种法子，这次的药丸一定可以缓解皇上的噩梦。朕不要缓解，朕要根治。臣明白。你先下去炼药吧。臣告退。皇上且慢，都给我仔细点儿！你们试过了之后，才给皇上记住了吗？是。东石这么多年也算是忠心耿耿，朕看下一次就不用再试药了吧。皇上，恕奴才多嘴，与大国师有关的人，您都得提防啊。自从大国师死后，再也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了。每念及此，朕都深感遗憾。好在，现在初月公主回宫了。哼，想不到生辰时会在她的体内。